我是在大学里边做学生管理的工作在大学里面做这个工作呢，是做了17年半的时间。那么用儿童技能教养法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曾经应用到工作当中，也帮助了很多的学生。我听说你还帮助小学生，有吗？帮助小学生是我在工作之余的时间然后做一些家长的课程，然后现在也在长春市有一个政府的项目，在向长春市很多的社区的家庭传播这样的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过很多的小朋友。多大年纪的小朋友？你帮助的孩子？多大的都有。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2、3岁的也有，15、16岁的也有。然后在我的学校里边呢，就是18、19岁、20多的都有。那你觉得这个儿童技能教养法帮助了你的工作吗？说实话，这个方法真的是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说以前做我这个工作是对于学生的管理呀、教育呀为主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像我们在高校里边，老师们大部分他都是很认真负责的，就像老师对学生，就像家长对孩子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有这样的期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和期待，就会对学生很用力。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就会免不了有一些责备呀，然后甚至是说，对他们的不满意呀、强制的要求管理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吧。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激发学生的他自己的内在动力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去着重的去想如何激发学生他自己的内在动力。然后呢，我们作为老师，仅仅是作为一个支持者的形象出现。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老师，组织他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完成自己的小的目标。定期呢，可能是我们之前做的是半个月，我们在一起开一个。就像我们的儿童技能教养法里的庆祝会，但我们在大学里边我们叫总结会。那么在总结会上呢，每一次的总结会，我们会邀请每一个学生去分享2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变化和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一段时间你的变化和收获是什么。第2个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说接下来这2周你打算做点什么，就是简简单单的2个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没有去管着，没有去拉着拽着，我们真的就是做到了尊重、信任、平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孩子们他们的内在动机真的就是激发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我们之前学校里边有各种社团社群，或者我们就是微信群在一起，大家连接在一起 QQ 群，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一起一块学习一块进步，他们的学习成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你用这个方法帮助大学生？大学生，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讲的时间会比较长，就简单的说一下。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之前就很愿意上网打游戏然后呢，我们2个前边的连接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说一下我们每个阶段的小目标吧。连接了之后，然后和这个孩子一起去工作了。那么跟这个孩子一起工作，第一个小的目标就是你先回到教室里边来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我先回到教室里边来，学不学没关系，听不听课没关系，我只是回到教室里来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目标，然后他做到了。第2个阶段的目标呢，就是每节课上我能稍微听那么一点点，我不用完整的听45分钟，我听10分钟就 OK 啦但是其实他每一周他的任务完成的都是超额的完成了任务然后第3周是他要补一补笔记他笔记说要补1科的，结果他补了好几科的。第4周他跟他说我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还要把之前的作业补一补他也超额的完成了任务。这个孩子就是我们一共是陪伴他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这1个半月的时间，我们没有提任何
你不要打游戏的事情。结果他真的就不打游戏了，而且经过了1个学期他自己的努力，整个那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从之前是每个学期要考试的可能是7、8科，然后他会有5、6科的不合格、不及格，然后那1个学期就剩1科英语没有及格，剩下全都通过了，而且他的这1科英语在补考的时候也一次性通过了。这个孩子他现在已经是到大4了，大4的上学期了。他在大2的上学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这样的一项工作，然后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他打游戏的这个问题也自己就解决掉了。大概是在大2的期末结束，他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考研。他现在正在准备考研，可能今年12月份就要去参加考研了。真好。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于你作为老师都有一些什么帮助？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我轻松了，轻松了，真的是轻松了。以前很认真呐，因为作为老师的这种师者父母心嘛，可能对于学生，你越认真负责，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多，然后你越用力，自己就会越辛苦。那个时候经常会做到的就是看着监督着，然后督促着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那个时候可能经常还会半夜要去检查，后来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是我们信任你，没有问题，而且偶尔出去玩一次没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退后，我们一直在退后，然后孩子们你就自己去做了，包括我们很多，比如说学生他的现在的体质就是体能这一块需要提高，我们成立了荧光夜跑团，然后孩子们下了自习，他们自己就去跑步去了，然后打卡然后积卡，然后怎么样去兑换这个升级呀、兑换礼物呀等等还有学生成立了什么棒棒糖，他们自发的要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晚上去查寝，早晨去查寝，然后他早睡早起了，他自然就回到课堂了，我们可能也不用天天去查课了。所以说就是孩子他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老师让我做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轻松了，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很大。轻松了，还有吗？一是轻松了，而且就是我觉得整个那个时候我们学院的氛围很好，老师与学生之间我们是合作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支持者的关系，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好了，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的家庭生活有帮助吗？帮助特别大，而且这个一说能说出来一箩筐。之前和我女儿的关系，其实也是因为和我女儿的关系，就是有一段很挑战很大，所以说呢，我就学习了各种这样的家庭教育的课程非常机缘巧合的这样的机会，了解到儿童机能教养法当时是在国外还没有买到书，回来之后第一时间买到书，然后就看书。看完书就跟女儿开始练习技能，结果真的就神奇般的解决了一个小的问题。后来我就爱上了这个方法，然后持续的学习了，到现在应该是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变化超级大。一是什么？我女儿她会就是特别骄傲的告诉全班的同学我妈妈我考不好从来不说我妈妈可能就会说，来，妈妈看一看哪块不会，妈妈给你讲一讲没事儿。她会骄傲的去跟小朋友去炫耀，有个这样的妈妈，而且小朋友也很羡慕她。你妈妈怎么这么好，从来不，你考不好也不说你。而且我女儿曾经和她的小朋友说，我最好的闺蜜是我的妈妈，我觉得特别开心。还有我的老公，我们2个本身就很好，一直关系都特别好，但是我们2个现在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知道去有那种小的、细致的这样的一种关心前几天，这个来到北京，半夜找不到我了，手机没有电了，结果他已经找到了滴滴客服。所以我们2个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也不像以前就是总是吵架呀。虽然感情好，但是会吵架。但现在也没有那么多吵架了，顶天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就说这个事儿我不开心了这个事儿我希望你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还有一次特别搞笑的是，我就很忙很累嘛，
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我也发脾气，那累死了。然后我老公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然后一只手放在我腿上，告诉媳妇儿，你希望我帮你做点什么？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我整个情绪都没有了。改变特别大，而且我老妈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嘛，她标榜她是我们家学儿童技能教养法学的最好的人。所以我感觉对我的家庭改变特别大，这也是支持我一直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太好了。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在中国传播，你觉得会有什么好处，或者值不值得在中国传播？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关于在中国传播的这个事情，我真心觉得很好，也很有必要。因为在2018年，做了一个项目，接触到了很多，就是社会上很多个家庭，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孩子的问题。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教育，我们社会上已经意识到家庭教育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儿童技能教养法，它会给人以希望，它会不断的激发每一个人的内在动机啊。我记得儿童技能教养法有3个要素，就是3朵小花的理论，是吧？希望、合作和创造力。我觉得这3点真的很重要，它让家长感觉到我是可以的，我也能教育好我自己的孩子，孩子感觉到我可以的，我能克服自己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学的即使慢一点，至少我这个技能我会学会它。我觉得给人这种希望感，就会让人的能量上升，而且这种合作的关系不是相互指责的，不是让家长感觉到很内疚的，家校之间也是可以能够达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家庭成员之间不是出了问题就怪你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关系，还有这种创造力，这种好玩的点子，让孩子们非常喜欢。今天中午和学员还一起聊天，我就会说，其实在很多的时候，这种创意啊、小点子，它真的就那一个点就会激发人的动力。比如说像我跟我的学生去练习技能的时候，会打卡，然后这个做到了画个勾，这个没做到怎么办？画个心，而这个画个心就是我女儿给我的一个小灵感。然后你跟大学生1.8米高的大个子的大男孩，你就给他画个小心，他也觉得挺好玩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轻松愉悦的过程当中，问题自然解决，然后呢，人的技能也会提升，我觉得真的很好。